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晨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运晨好，大家好。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最新战报，第46轮的军事行动呢，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啊，发射了多款的重型导弹，而且他们不是乱打哦，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哪里呢？是美以的军事指挥官，像是伊朗呢，他已经成功的识别了10个位于以色列的一个隐蔽居所，还有3处的美军基地哈。来看到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军事基地，好，包括了这个美军的第5舰队，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锁定了他们。这个也是在第44波的攻击哈，飞弹呢是非常的密集去袭击以色列多个城市，还有美军的军事设施，就包含了美军的第5舰队也被列入了打击目标。而且呢，现在伊朗的飞弹呢也去轰这个沙乌地哈，美军呢有5架的加油机呢就在这个袭击当中受损了。我们来看到，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美国空军位于沙烏地阿拉伯的苏丹亲王空军基地也遭到了飞弹袭击后，导致呢停在那里的5架空中加油机都受损了。好，可以看到美军是疯狂的被伊朗给轰炸，所以这个时候呢，赶快再调派兵力去到中东。来看到呢，美军呢。美国方言就说了，美军已经下令第31的陆战队远征支队的2500名陆战队员，还有迪黎波里号呢2栖突击舰，通通都去支援中东。那这也是开战近2周来最大规模的一个兵力部署，而且呢，这个2栖突击舰之前才被发现在台湾附近的海域，现在呢，被调到了阿拉伯海。好，那稍早的时候呢，美国海军呢也有12艘船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包括了航空母舰的林肯号，还有8艘的驱逐舰。那现在这个迪黎波里号再加入这个舰队啊，就会成为该地区仅次于林肯号的第2大舰艇，而且这些舰艇呢，也真的在那里开火了。我们来看到林肯号呢，已经对这个伊朗硬闯的船只来进行轰炸。好，这一艘伊朗船只呢，日前因为太过于逼近正在阿拉伯海执行的林肯号航母，所以美军呢就随即的展开反击。它的反击啊，除了是动用了炮舰的警告之外呢，也出动了直升机，却发射了2枚地狱火飞弹，直接的击中了该船。好，但是啊，现在美方呢陆续公布的一些军事画面呢，竟然被人家怀疑说，这我们可能是造假的呢，因为这个影片的这个画质有一点不自然哈。来看到美军12日公开的一段空袭影像，这段影像显示伊朗机场内呢提放了3架的军用机遭到轰炸，但是大家就质疑了这个影片很多疑点啊，像是它的画面帧数太高了，火焰还有浓烟呢都没有在热成像画面上面造成高等反差，所以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假画面呢？但是川普也没有在担心说不敢用这个假画面啦。像呢白宫最近呢又释出了一个新的宣传影片，是怎么样？是把这个任天堂的经典游戏 Wii Sports 好跟这个美军精准轰炸伊朗的活动来进行一个影像来结混。我们来看到这个影片，它前面呢是这个电玩一开始的影片哈，打网球炸到了，打高尔夫球，接着也炸到了。来看到这个影片，这个是川普白宫的恶搞哈 ，Hole in One， 搞得好像这个战争很有趣啦，跟打游戏一样。但是就引发了网友的大批反弹，纷纷在留言区去标记任天堂公司，因为任天堂公司有一个最强法务的称号哈。他们也批评白宫怎么可以把这么严肃的战争行为给游戏化？任天堂传递的是快乐啊，怎么会变成你一个战争的这个愿景呢？好，所以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宣传影片啊，川普好像想要制造这个胜利的假象，不惜用这样子的影片来剪接。他自己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断的跟世界去宣传什么，说呢
伊朗即将投降。好，川普是在11日呢跟 G7 的领袖通话时强调，美军代号这个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成功铲除了威胁世界的毒瘤，还断言伊朗因为领导层混乱，很快就会投降。他的这番话马上就被伊朗的新任领袖给打脸。好，他说呢，他准备要来进行长期抗战，誓言要透过这个持续的战斗，向美国还有以色列复仇，甚至威胁要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伊朗的第46轮军事行动，是不是对于美军呢真的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呢？先来请教杨永明教授。伊朗在3个层面现在对抗美军跟以色列还有海湾各国，它占有一种不对称消耗战的优势。这个不对称在3个层面，第一个是军事，第二个是地缘，第三个是能源。军事的层面，你看，就是伊朗现在已经第46波的飞弹跟无人机，有时候单独无人机，有时候交错，然后攻击美国在这边的基地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那所以，那事实上整个46波打下来之后呢，现在你看到伊朗它的资讯很快，它打得很准，往往同时不要忘记，美国跟以色列大概反拦截的飞弹已经都快用尽了。所以要从日本、韩国去调，那可能还在路上。所以这种不对称现在把美国在这个区域原来部署的，说有5万人但是呢打得有一点不知道如何招架，使得以色列跟现在海湾各国都禁止拍那些影片，连就是电视台去拍都会被禁止，因为不准去传播太多这个区域受到战损的情况。第二个，伊朗的就是不对称呢。就它在这个地缘上的不对称，因为它在这地理，你跟以色列距离1000公里，你不可能有地面部队的往来。但是呢，你要但是在它的无人机跟飞弹攻击的范围之内，同时因为它又非常的大，人口有将近1亿人在这边，又是高原的地形，美国绝对不敢打地面战争。难道阿富汗跟伊拉克，美国还没有学乖吗？川普很了解，所以这个地缘的位置，再加一个它的地缘上又控制了荷姆斯海峡。它有地缘上的这种不对称的优势。第三个就是在能源上，伊朗现在既然我这个49位高层都被你炸死了，他的最新的最高领袖现在也可能是受伤，所以呢，他就要求复仇，控制荷姆斯海峡，要造成你能源上的危机，来对你美国的决策者以及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这种不对称你现在怎么去解套？看起来美国现在用3个方式。第一个，他用强势的军力，他虽然说要派更多的部队，2栖攻击舰前往这整个中东地区，可是问题是，你一接近就可能会变成被攻击的对象，不管是第几波的这种飞弹无人机。第二个，美国要强烈的威胁，也就是说，你打我，我会反击你。现在伊朗已经被你打得只剩短裤了，他还怕你穿西装的。第三个，美国说，那我就跟你玩这个胆小鬼游戏，也就是 chicken game， 到最后谁敢真的全面性的进攻？你觉得会是谁呢？你觉得美国敢全面性的进攻吗？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目前川普的这个反应的作为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好，伊朗成功袭击到了这个美国在这个中东的加油机这对于美军的中东防控网会不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呢？我们请教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犯了3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他不应该逐次投入。《孙子兵法》有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刚好颠倒。那现在他本来应该把整个态势摆出来，胜兵先胜，结果现在变成要逐次投入，海军陆都要调派2500海军队上来。那这个劳师远征还说要过来，不管是走海运或者空运，还有他的后勤补给设施，这可久的了。后勤补充可能要走海运了，因为这个项跟量蛮大的，那你变成逐次投入那就不利整个战局的发展。所以这个战略判断错误，这个逐次投入造成美军没有办法一举奏效。当然也没有，他虽然狙杀了伊朗的高层，但是却没有引起内部的整个的一举来揭竿而起，把这个神权政治给替换掉，没有。战略判断严重错误。
那第二个战略判断错误就是呢，情报失灵。川普讲说伊朗已经没有弹药了，结果他这真实承诺还一直在发射地对地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耶。换句话说，他的伊朗某些部分，尤其在军事阶层，他的情报还蛮严密的。他藏于九地战，藏在山洞里面，山洞一打开，这些导弹、无人机出来了。因为这个在山洞里面，你没办法炸，炸的话，你这个山脉那么的厚，你炸土堆。所以，那以色列也讲，他已经摧毁了伊朗3000多个军事目标，可能有一大部分是假的。他那个假的坦克或假的飞机一架$1000美金不到，因为充气的，他这个充气的一充就是一个坦克，又一架飞机，结果以色列战果辉煌，结果都是假的。他打的是假的，因为伊朗他引真是假，假的在上面，哇，浩浩荡荡都被以色列都空中做摧毁了。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情报失灵，造成现在伊朗还有残存的战力，还蛮可观的。这个川普也讲说，他伊朗已经没有弹药，准备投降。结果我认为可能并没有像川普所想象的那么乐观。第三个战略错误，我认为它是战略判断错误。战略判断，因为战略判断错误，现在来看，整个伊朗还在继续下去。现在他美军动用2500个海军陆战队，我认为不够，那才一个旅，他在哪里呢？然后上去，伊朗那么大，你怎么投入？后勤补给线那么长，你要走海上补给线，所以这样子的话来看到战略判断错误，那美军现在也不敢在荷姆斯海峡做护航波斯湾，因为伊朗还有地对舰飞弹，所以他不敢。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到现在为止，美军不敢护航任何油轮通过这个荷姆斯海峡，表示说伊朗在这方面的残存战力还有一定的水准。好，伊朗真的是比川普想象中的还要耐打哈。我们来请教彬哥。现在这个加油机被炸，其实就让美国很麻烦了，也就是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空军去轰炸伊朗的时间、制空的时间，还有整个调度都会变得很麻烦。那所以美军的现在在中东的力量开始在被削弱中，那所以他当然要派军队从全世界各地去调来补强。可是他现在去调海军陆战队，你调海军陆战队是要登陆吗？是要去打谁？因为老实讲，你要迫使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保护荷姆兹海峡不受威胁，你恐怕只派个2500人去是达不成这样的任务。那如果是他们之前所说的要进入这个伊朗，然后深入伊朗去把他这个浓缩铀带走，让他再也没有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因为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在很内陆的地方。那你如果进去的话，你有办法全身而退，而且你怎么知道那边不是个陷阱？他就等着你来。所以这个看起来美国是想要用这种动作去对伊朗施压，告诉你说我要动真格了。可是老实讲，恐怕伊朗现在不太容易被你吓到。为什么？因为伊朗其实基本上他现在打法就是我豁出去。对啊，我跟你拼到底，我把所有的家底全部拿出来跟你拼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他的想法就是我不能把你赶走，我就是被你歼灭。我觉得伊朗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敌人的时候，恐怕你就麻烦大。因为过去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时他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动员了40-50万的军队，还要再加上其他欧洲的联军一起进来，他才能够整个入侵伊拉克。就入侵伊拉克完之后，他扶持了伊拉克的政府，结果搞了20年，到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伊拉克内部还是一团乱。那美国还想再这样重新复制这一招，继续玩下去嘛？全面入侵伊朗嘛？看起来川普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可是问题，你如果不全面入侵伊朗，你怎么结束这场战争？对啊，现在看起来没得结束，因为就算你不想打了，伊朗会继续跟你打，他就继续轰你，你怎么办？挨打吗？不可能嘛。所以现在川普把它搞成一个不上不下、难进难退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处境。那可是呢，他当然是不断的宣称自己的胜利，每天宣称，每天胜利一次。但是那又如何呢？他现在去打那个哈格岛，也是轰炸得很惨啊。那又如何呢？可是你看他不敢动石油设施，你就知道。所以川普现在自己也知道自己捅了个马蜂窝，他大概正在努力思索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漂亮华丽的转身，然后能够宣称胜利下台。我个人认为关键点可能是在什么？
可能是在川习会。对啊，可能到时候利用川习会这个机会，看是不是用一种达成协议，中国大陆做居中斡旋的方式，然后让川普能够不失面子的离开。不然的话，我说真的，我会想不出来他到底要怎么结束。因为对伊朗来说，他现在就是完全神权统治在操作。你就算想办法找到穆吉塔巴把他干掉也没有用。对啊，他还会有一个新的人在上来、啊。对，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嘛，这整个宗教有3亿人呢、你准备跟他玩到什么时候？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要好好仔细去思考，他到底要怎么转身离开。但是问题是，川习会还有一段时间呢。那在这之前，就是继续打，美军有这么多的量能够去继续打下去吗？其实还有到月底耶。对，这要月底，我跟你讲，如果他到月底没有办法结束的话，这场战争可能会拖到8、9月、10月以后都有可能啊。现在美国媒体的估算是可能会拖到9月多啊。那川普自己当然已经告诉你，他们这场战争已经赢了。可是，如果大家去想想看，如果这场战争再拖半年，对全世界油价会造成什么影响？穆吉塔巴已经讲了、哦，你以为油价不会上涨？你油价准备涨到1桶200块美金嘛？对啊。那你觉得，如果真的1桶涨到200块美金，我们受得了吗？历史上最高价是140几块美金，那现在已经破100了。已经朝120迈进了，那请问一下，台湾还能够忍受下去？全世界能够忍受下去吗？恐怕都很困难。直接说没办法。好，所以这场中东战火啊，到底是如同川普讲的，它是史诗级的胜利，还是其实是一场漏洞百出的一个政治秀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每一场战争啊，都说以色列想要继续把伊朗给全部灭国，但是以色列现在呢，自己也是被伊朗攻击的非常惨。来看到呢，伊朗呢有30枚的超重导弹去袭击以色列，这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的，说呢他们正向以色列发射了30枚重达1、2吨的超重型弹道导弹，这1、2吨重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山了哈，非常的多。那么他们也说啊，这个导弹呢是成功突袭击中了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现场呢也不断传出了爆炸声，多处都发生了大火。那么这次的行动呢，造成了以色列重要的空天监控系统呢被摧毁了，而这也是目前为止对以色列最猛烈的一场空袭行动。而伊朗内部呢，现在呢反美反以的情况呢，士气呢也是更加的高昂了。所以来看到呢，伊朗圣城日游行呢，非常多的人呢都出现了集中在这个德黑兰的市中心。好，来看到他们反美反以高举伊朗的国旗，谴责呢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现在都在抗议了。但是根据报道显示呢，在集会游行的附近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竟然是传出了很多的爆炸声响，而且呢，远处也可以看到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浓烟冲天而起，有1名女子身亡。好，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战争还是持续的继续下去，而且川普还扬言他要摧毁伊朗的恐怖政权。来看到他的最新发文，他说什么？说呢，美国正在军事、经济以及各方面全力的去摧毁伊朗恐怖政权。说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火力，等着看这些疯狂的人渣的下场。我正在亲手消灭他们，还说这个是莫大的荣幸。而且他现在也发飙了，他说要炸毁伊朗的经济命脉是哪里呢？就是哈尔克岛。好，他下令要全部摧毁。好，他说呢，他这虽然去轰炸了哈尔克岛，但是他并没有摧毁上面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伊朗或者是其他的势力干扰船只，阻碍他们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话呢，他们就会考虑要去轰炸上面的石油基础设施了。而且我们来看到呢，他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去公开了美军轰炸哈尔克岛的影片。
好，那这个哈尔克岛呢，现在呢就被很多的这个飞弹啊、水雷啊都给攻击了。这里呢是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的一个石油的咽喉要道，完全就是一个伊朗财政的重要命脉。所以它这样子的轰炸，是不是对伊朗真的会产生一些威胁呢？但是啊，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有可能一触即发，变成核战吗？来看到前 CIA 的资深分析师就说了，说当前美以战争对以色列而言呢，是一个攸关存亡的战争哈。如果这个战局继续恶化的话，以色列会面临失败的风险，不排除最终可能动用核武器。那现在的局势啊，是冷战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核危机之一。好，那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紧绷哦。川普是不是心也慌了呢？他竟然是寄出了高额的奖金，要获取伊朗高层的情报。来看到这个是美国国务院宣布的一个重磅的悬赏令，开出了多少？1000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亿2150万元的一个天价赏金他要征求有关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有多位高层官员的一些关键情资。好，这个美方也指说这些人呢长期去指挥恐怖活动啊，甚至承诺如果他们给的情报属实，检举人不仅能够拿到奖金，还有机会移居海外，美国会来提供保护。但是这是不是也显示了，就是美国呢对伊朗高层的最新高层的渗透呢，没有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只好去大撒币，希望能够获取一些情资呢。好，除此之外美国国内竟然也开始了这个新闻反制。来看到这个白宫竟然声称说呢，穆杰塔巴的声明不能播，你 CNN 怎么一直去播呢？好，白宫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什么？说呢，假新闻 CNN 刚播出连续4分钟不间断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内容，说这个是精神错乱嗜血的政权，47年来以残杀美国人为荣。那你这个时候去播放，你是不是呢想要去宣扬伊朗的这个对外宣扬呢？好，但是呢 CNN 就说了，说这是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战争的走向而且这个是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个新的声明当然是有报道的价值，所以才会去播的嘛。你怎么会说我们这样子是在宣扬伊朗的价值呢？好，现在白宫真的是一团混乱传出了这个自己的内部呢也是有激烈的角力，包括了有3方的势力都要抢攻川普的耳根，希望能够去左右这个战局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呢各派系的幕僚呢都不断的在竞争，想要去影响川普的决策走向，导致什么？这场美国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竟然陷入了一个非常难以收尾的困局。好，那这3方势力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经济跟政治顾问，还有共和党的鹰派，以及川普的民粹支持者。这3方呢各自为政一下说要打，一下说不打，然后现在搞的川普呢，到底战争的目标是什么也不清楚。但是呢，美国学者就指了，可能会逼川普停火的条件曝光了，那是什么？那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大学教授说的，说伊朗的攻击目标不只是能源供应也正在从阿拉伯半岛的2侧去夹击全球的经济，并且呢准备要尽可能去拖长这场经济战，迫使川普政府呢透过谈判来止战。好，所以现在看起来不仅是以色列伊朗还有美国都面临了这个战争上面的压力，这就是他们的底牌了吗？他们还有办法继续去这个继续打下去吗？我们来请教这个杨永明教授。今天《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他就说这场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哪一个人的战争呢？大家以为是川普总统吗？不是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的战争。内塔雅胡在政治30多年，他从来就是对整个中东，特别伊朗非常强硬，而且要使用武力。那他不断的在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去影响美国的决策。在2024年的时候他就用了2次，那个时候是拜登总统时期，一次是去打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一次是打德黑兰的哈马斯领袖。结果呢，造成了双方飞弹交换，
可是美国的拜登总统呢，没有被卷入进去。可是当川普2回来之后啊，你看川普已经连续2次因为以色列而被卷入到战争，一次是去年6月，以色列跟伊朗打了大概11天的飞弹，其实特拉维夫已经是非常危险，已经大概拦截飞弹都没了，所以他就去打，美国就开始在打伊朗的核设施。你打伊朗的核设施，也许还有理由，那没有真的在被卷入。同时，哈梅尼大概也基本上，哈梅尼是个温和派呀，我是觉得，否则他搞核武不会搞那么久，搞到后来什么都没有，还被你打掉。那现在呢，他又被以色列的引导，说这个其实是一次可以斩首49个人，你要不要？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川普抵抗不了这个诱惑。虽然即使是在谈核武的这个问题，还是用核武的这个说法，现在这个说法没有人相信，所以他被卷入到战争，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下车，没有办法有退场机制或下台阶，因为我刚刚讲了嘛，伊朗他用无人机飞弹给你打你美军的基地，除非你要打地面战争，如果你不打地面战争，伊朗永远有骚扰你的优势。然后呢，第二个，伊朗它的这个地缘、它的地形、它的位置，它的中东的重要性，你不要说你打到后来，俄罗斯都会来帮助，美国也没有办法去真的跟伊朗做全面战争。第三个，伊朗也就是由荷尔木兹海峡把国际的油价、世界的经济威胁你美国，说油价要到200块以上。各位，油价只要过130了就不得了，史上最高143，但那只有几天。只要一旦过130到150啊，我觉得大概全世界就会进入到严重的通膨。大概他们说，油价每涨10块钱美元，大概世界这个通膨啊就会受到0.2%的影响。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川普现在被卷，应该说他自己决定进去，现在呢，他几乎不知道怎么去退场，只好不断的在他的 X 在Truth Social上面不断的去宣称，而且还用那种可能是假造，或者是用这个 We 的方式呢来去宣传自己的胜利。可是事实上呢，这个胜利真的是在往哪一边倾斜呢？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其实美国的内部呢是面临的决策极为矛盾的一个情况哈。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他只好对内去封锁消息，要求 CNN 不要再去播放这个伊朗电视台的声明了呢？请教张将军。那来看呢，那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分析官说，以色列有可能要考虑动用核武。那换句话说，美国和以色列目前面对了3个困境。那第一个困境就是说，火力渐渐弱了，后继乏力，没有办法达成当初所预期的战略效果。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就靠核武了。我认为核武不会用，但是他这一句话把它显现出进入困境。因为动用核武还得了，那不是变成对变世界大战，然后想到最后一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举奏效，没有一举奏效，后面的这个衍生的相当的拖的这些困境就相继而出。第二困境呢，美国跟以色列的战损呢超过预期，那没有想到会这个样，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它的地对地的导弹，没想到能够发挥对的穿透性怎么会有那么高？因为伊朗它是以下士对上士，第一波的这地对地的导弹呢都是老批号，反正这也不准，反正超进那个结果，以色列跟美国都拿那个爱国者咻，那3个单节一个，还战果还可以，但是问题是老批号就把你的这些精锐的爱国者3反导系统都能消灭殆尽了，而且它无人机炸那些萨德系统是没有办法远程侦察了，那远程预警能力就没有了，因为这是高价的、高科技的、高预警的目标，就变成伊朗拿不到100万台币的无人机去把它整个给炸掉，就变成下士对上士。那打到现在，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一方面也是后继乏力。第3个，这个调动太慢了，调动。你现在在开始调动陆战队，2500要上去，那个要很耗时间的。当初没有第一时间做部署。你看它的迪里波里号的2栖作战舰，现在也开始要前进，那个耗时间不是在战场，美国本土是在大西洋这个地方是在印度洋、阿拉伯海，还有这个波斯湾跟阿曼湾在这个地方要远渡重洋，怎么弄？美国的他本来要投入第3艘航空母舰打进去，布希号航空母舰要来，但是不是说到就到啊？那在海上运动的话，最少要半个月啊！哇，那他24小时一直往前跑，他也因为
毕竟这个茫茫大海嘛，它旁边还带着打击群，下面还有这个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在水下，所以来看的话，它现在目前3个困境呢，看怎么样去解决。反正呢，兵力逐次投入没有一举奏效就是一个战略错误，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哈。所以现在川普就用油库安全去威胁伊朗，但是有用吗？我们请教彬哥。其实川普自己才要担心吧？他为什么不敢去炸这个石油设施？因为你炸了石油设施，油价就涨。然后呢，伊朗再回炸你一波石油设施，油价涨得更多。反正现在就变成你川普不管在中东做任何动作，结局就是油价会涨。伤敌100，自损1000。是啊，所以你要做到这件事吗？很多人说美国自己是产油国，他不怕油价涨，川普不是大赚钱，不是这样的哦。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会跟着一起涨。那你怎么办？世界经济就要大乱。所以现在这就是川普苦恼的地方。他现在做什么好像都不对，可是他又不能不做什么，就是这样子啊。他不断的在宣称胜利，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正在深入泥淖，而且可能越来越难以自拔。他为什么会去要求电视台不准播这个穆吉塔巴尔的声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川普每天都在电视前吹嘘我赢啦，他已经被我打挂啦，我们已经胜利啦，怎样怎样。结果你再公布这个声明，不是代表伊朗人家根本第一个没打算投降，第二个跟你所有的回击，而且伊朗还提出条件呢，要求你美国如何要赔偿我伊朗。是啊，所以你公布的这个声明就等于向全世界证明那个川普又在胡说八道。不是吗？那这种东西久而久之，对川普的威信当然是大受影响，所以他们现在才不愿意电视台去公布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电视台公布不公布，摆在眼前的就是荷姆斯海峡还堵塞在那个地方，你就是过不去，然后油价就是一直在涨，然后你还是吃不下伊朗。你虽然这个看起来把伊朗炸得很惨，没错，但是你自己也越被炸越惨了。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啊。现在以色列开战的时候，他对这个伊朗的飞弹防御大概都90%几，很少有飞弹能够掉到地上来。现在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自己的弹药越来越少，他能够防御的地方越来越小，所以他现在都只能够在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旁边布防，然后那一些比较次等的目标他防不住，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弹药去防。那结果呢？伊朗就是要等你这个东西啊，他知道面对以色列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他要突围的几率不高。可是，当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弹药，你不得不准节开支的时候，我就炸那些你认为次要的地方。你要知道，长期这样炸下来会不得了的。以色列的民众不恐惧吗？不愤怒吗？一直被炸，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纳坦雅胡来讲也是影响非常大。所以等到现在，以色列的空天监控系统真的也是被炸毁了。那接下来这个战争以色列也就难打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是要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2个礼拜了，川普想要他口，但是来来回回的不同的说法，更证明了这个他口也不是他说了算。因为最新的几个战场所传回来的消息，包括了美军 KC-135才刚刚坠机而已。华尔街日报再度的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这个报道说，沙特阿拉伯自己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也被遇袭，放在基地里呢有5架美国的空军加油机直接受损，目前还在维修，虽然还不至于整个报废被炸烂但它必须维修的话，人员也没有受伤，接下来的战力当然会被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是拒绝回应的而 KC-135这一架加油机坠机的消息，我看到好多种不同版本的报道，有说对撞的，有说直接坠落的啦。那当然，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是有6名机组员全数殉职。
这个事件当然也让整个美军死伤人数往上攀升，但理由是什么？美方的说法说，还在调查，可以确定不是敌人，就是不想长伊朗志气，不是伊朗打的，也不是被友军误伤，那是为什么呢？但是伊拉克的革命禁卫军就说，这架美国军用加油机是我们打下来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目前加一加一共有13名美军已经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幸身亡，那还有200人受伤，10个人重伤。所以当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给答案。看看这段访问。How many American casualties have there been, and where were the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when they were injured? I mean, it's a bunch of return to duty. So we've had the large majority have gone in for some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turned to duty. Yeah, It's clarify those numbers rather than saying KIA or WIA wounded. Be more clear about that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most 90%, thank God, are returned to duty. Minor injuries returned to duty. And 对，其实记者问的很具体，是多少人死亡、伤亡？这个数字居然部长就说大部分人没事，然后看旁边，然后说是感谢上帝，说这个人大部分都已经回去上班了。那其他人呢？死亡的人呢？难道的命不是命吗？那以伊朗目前像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公开讲的讲法美军把加油机坠毁描述成技术故障，士兵死亡就说只是轻微脑震荡等等，对福特号航母的伤亡也视而不见。他们认为这些情报根本就在美化。恶意的在把张公的资讯给压制下来吗？其中像外媒土耳其就有媒体的报道了，他的报道是说，在空军基地上面，位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这个地方，就有驻扎美国驻欧空军39联队这里就有北约反导预警系统发出了爆炸声，被攻击。那么美军基地陆续那么多地方攻击，但现在这个资讯不对等，就是说不见得消息出得来，因为被封锁了。美军被攻击就当作没事吗？其中2个礼拜以来呢，伊朗的攻势呢已经造成了美国近40亿美元的军事损失，这是可公布大家知道的。因为呢，光是美国所谓史诗狂怒行动打出多少炮弹花了多少的军机跟军事费用。这个是愿意承认公开，也没有办法躲避，所以光38.4亿美元的资产2个礼拜没了造成最大损失的都是在阿联酋啦、约旦沙烏地阿拉伯这些萨德飞弹防御系统所造成的损失。那么甚至还有这个飞机3架 MQ-9、3架 F-15E 的战损，所以光是这个战损持续增加，到底地面部队要不要出动呢？有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说美军已经增派2500名的陆战队员增援中东，来自于第31陆战队的远征支队的人员，还有在日本的黎波里号这个2栖突击队，已经接获命令要到中东去了所以呢，在台湾附近的航向这个阿拉伯海当中，这也是美伊开战以来2周最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代表地面部队真的要动了吗？因为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在 TACO 之后超乎预期之外的战事一直在拖延，尤其是不可思议的是叫做不对称的战争呢？当美国呢台币几亿元去打几万块的这个攻击的无人机的时候，让美军直接弹药库吃紧。整个预警被忽视，伊朗不对称消耗的这么快，出乎美国的意料，以至于各种拆东墙补西墙，把部署在欧洲啦、亚洲的武器要调往中东啦。那么欧洲盟国本来在支持乌克兰战事的时候就已经用掉很多的弹药，那么结果现在还在努力建库，结果大家通通都是食物链的末端了吗？尤其战斧飞弹，这个报道是说快用完了美方呢烧掉了数年的库存，500亿的预算现在到国会去，恐怕不见得会过关，还要承担非常长久以来的后遗症。川普甚至承认美国以对的这个结束战争的目标就是跟以色列战争目标不同。被问到这个问题要持续多久，他的答案又变了，听听他怎么说。Regularly, are you speaking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are your objectives the same in terms of ending the war? They might be a little different, I guess. You know, they're a different country than we are. But he will tell you there's never been a power like the 大概强调说立场不同的，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去打伊朗的储油设施的时候，川普就生气了嘛。那据闻还有用脏话飙骂等等的，因为油他很重视但是到底是不是战事马上要结束了呢？还是还有得打？他这次就讲说，只要有必要，
就会持续下去，一变再变。就是川普已经感觉到骑虎难下嘛，他所谓的最猛烈的史诗般的狂怒行动没有效果，没有达到目的嘛。川普在这个打仗中间喊了五六个目标啊，只有一个斩了哈梅尼是成功了。政教体制的国家政府体制没改，以色列没有保护到，美军的基地受伤，中东的盟友被打，你也保护不到，你等于失信于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嘛？买了你美国那么多武器，交了这么多年的保护费，照样被打，而且被打得很惨。这个问题在哪里？因为伊朗从他开始建军的目标就不一样，跟美国不一样。他根本放弃了在空军跟海军的投资。你看美军炸的都是那个苏联老式很旧的那个苏联的飞机，那个舰艇也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舰艇，所以美国很骄傲啊，我把它伊朗所有空军都击灭了，海军也通通击灭了。但是呢，伊朗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地底下，因为伊朗很清楚，我如果不造出原子弹，我是总是免不了要受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你现在不管和谈释出一些消息说我放弃浓缩铀，不会的。那保命的东西就是导弹跟无人机。你看他下多少血本，无人机8万多架，导弹3000多发，而且他打的是有板有眼啊。先用便宜的无人机跟低速的导弹消耗你的萨德，消耗你的预警雷达，消耗你的机动雷达，这样就造成以色列空中有破洞了。有破洞，现在第二阶段来了，打你所有产油国家，你们都不，同样是回教国家，你根本就不帮我了，你还帮美国了。我已经告诉你了，美军基地在我就要打。结果呢，干脆我的油出不去，你的油也给你打掉，那全世界的油都缺，看你美国怎么面对。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现在既然你以色列空防出问题了，我就集中火力打你。那打以色列以外，还打美国的海港跟补给基地，因为你不是前5、6天史诗般的狂击吗？2000多次攻击，5000多个目标。那我请问，美国的船上还剩什么？一条伯克级也是有56发战斧飞弹，你就算4条飞弹驱逐舰好了，也不过多少？240发，打个几天下来，你船上没有飞弹，那你要补充飞弹，要到港口去补充，港口怎么补充？港也被炸，所以林肯号已经是空的，再加上油田被炸，巴林的美国最大的油库被炸，飞机也缺油，所以今天你看到16架 KC 加油机拼命的在给飞机运补油，没错，造成自己擦撞也好，被击落也好，基地里面被干掉5架，前面擦撞2架就7架，就代表什么？以前的加油机是给以色列远道而来的飞机炸完伊朗以后，美国的加油机给它加上油，让它回去再来再炸。那现在加油机又出了问题了，以色列的攻击还能撑多少？所以美国的航母上的飞机航用汽油也少啊，因为巴林油库里面有空军用油、海军用油，那怎么办？所以美国就把炸弹给了2万发给以色列，你来炸，你的油不够，我加油机帮你加油，才产生今天这个现况。这个现况讲起来，美国已经是欲振乏力了，你知道吧？因为前面用的太猛，而且参谋联席会在你还没打之前就告诉你，你只能撑4天到1个礼拜。结果川普不甩，下命令拼命打，他以为速战速决。对伊朗说，我地面上都被你炸光，我地底下还有货，而且那地底下是我的强项。所以你现在看，重达1吨重的跟集束炸弹的都在炸以色列。我敢讲，以色列现在很惨，跟你当年怎么样修理巴基斯坦的一样，
还不准人家照相，不准人家传述，那就代表什么？以色列本身受伤很重。这个资讯的，尤其是以色列是完全封锁对，到底我被轰炸的5年徒刑多严重哦，那完全是外界不得而知。所以现在看到了伊朗这边所宣布的资讯，大量的攻击。接下来显然，川普从1个礼拜之内就开始说要塔口了嘛，我们准备马上要结束，到现在说我不惜不必要，没有必要的话，就要全面持续下去，还有陆战部队准备要派过去，真的是无法收拾了啊。我讲啊，那个我听到那个消息，就特拉维夫现在跟加沙走廊差不多了，被炸一塌糊涂了啊。那这个大家要了解。我觉得我们从后面讲起啊，那个川普终于承认了，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是2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之前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以色列的战术目标倒是蛮明显的啊，就是一群不要命的人，那么疯子在那边就是要搞人家。但是川普现在讲了半天的话，他是不一样到哪里？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首先，第一个我要讲对伊朗所构成的伤害啊，哈米尼全家人都被杀光了。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穆加塔拉他据说有毁容的可能性了啊。那到底怎么样？各种报道，168个女孩子死在那边，大家都看到了嘛，对不对？还炸了人家5000所。其中包含了什么40助攻啦，什么这个波斯的什么的这个联合国的什么这个文化遗产什么的，通通给人家炸了，就跟炸那个什么耶路撒冷是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搞了半天目标不明显。那我觉得现在美国面临3大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那里面当中死的话呢，在科威特的那个军营当中，一下死6个人的话，有1个人没有死成的话，坐在那个医院当中，他还讲说。他们以为到科威特去当兵是跟度假一样，结果后来搞了个半天的话，那个无人机飞在头上的时候，慢吞吞来丢一个炸弹，才突然发现他的弟兄们都死掉，他是活下来，他很难过啊。那这样子去，那另外的话呢，美国最怕的死人，那个时候就有那个越战期间，就是当尸体一个一个尸体包送回来的时候，哇，那个国内闹得简直一塌糊涂。我那个时候征兵的时候，我在读书，认得很多那个美国人逃避兵役跑到加拿大去的，那时候闹得一塌糊涂啊，那简直是不能想象。那今天的话情况一样，还是才会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美国的弹药的话呢，这个弹药前后的消耗，因为大家要了解啊，美国人财大气粗啊，打起仗来哒。那天我听到我们将军讲说，什么10万颗机关枪才打死1个人呢？对这打个不停，那个还是正常使用啊。那美国大概100万颗都打不到1个人啊。那就说那个弹药的消耗来讲的话，大家尤其是钱啊，要强调那个什么铁穹啊、金穹乱七八糟一大堆穹，搞了个半天的话。这个弹药都是真的很穷啊！然后就打这个打那个的话呢，又贵，把自己打穷了。因为这个的确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2个问题。人命关天呢。对，另外那个第3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接下来我感觉上很明显，伊朗就是一开始就要透过所有的力量，要打一场持久战，要打一场消耗战。这个完全都是在伊朗的计谋之中。而美国现在的话呢，想要避免持久、避免消耗，那他只好就是狐假虎威，说今天又我炸这个炸那个，然后要派出2500人，你派多少人，一到了伊朗马上被干掉。战略完全不同，伊朗就是要复仇，把战事拖延越久，消耗战对他们越有利。而美国想要提早结束，现在连跟以色列两方的立场跟想要的战略目标都已经出现不一样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分析得很好，他说就是美国常常在觉得他自己，川普不是在讲嘛，没有一个那个力量比我们美国的力量更大，他觉得他这样子一打，大概就会伊朗就会有人揭竿起义了啊，然后这个哈米尼死掉之后，这个政权就翻覆了，他真的是陷入了啊，我这个学者讲的叫做 escalation trap。就是战事会升高的陷阱，因为你开头低估了，你觉得一下就可以处理完了，结果没有处理完，那后面就战事会不断的升高。刚才简秋你也讲到说，可能这个陆战队啊，这个2500名好像是从Okinawa 从这个琉球这边啊要调过去，就表示是说你当时一开头的估计是错误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escalation， 这个战事会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陷阱，确实川普是掉进去了。那当然，我觉得川普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就是一个滚动式的决策，滚动式的改变他这个战略的目标，然后滚动式的说
对外的说法也不一样啊。最近终于说，哎，原来美国跟以色列目标不一样。那还有一个最麻烦的人叫做赫格塞斯，我看一个美国的评论说，赫格塞斯可能认为是在打 video game， 在打电动玩具啊，这个你这个咚咚咚咚一打，我永远打不完的嘛，哦，就那边在那里打电动，太天真了，所以他碰到这种真正死人的时候，他会忽然说不出话来了啊，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就是两个，一个是老顽童啊，一个是知格不服的，两个人在主导这场战争，所以我看不出有很乐观的情况。当然，伊朗你说是不是受伤很重，但他可以受伤，他的命，伊朗人的命可能跟美国人来比，我常常喜欢做这个比喻，这个是我从读过国际关系的时候，我老师就跟我讲过，他说美国人死一个人等于以色列人死2个。然后等于印度最后算到印度是500个，就是你要得到的那个新闻媒体，你是学媒体出身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报纸，它的那个版面的篇幅啊，大概有多大？命这么不对等啊！对，那命是不对等的，所以伊朗人就想说，那我9000万，虽然你美国人比我多，可是我死掉的人数跟你美国人的比例上面，美国人是会受不了的。就好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我以前都认为是1:30，可是这一次在这个以哈战争当中，其实已经超过了就是大家对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未来也是一样嘛，台湾你少子化的情况，大家对一个年轻的生命的牺牲那个感受跟过去30年前是不一样，所以美国人现在我认为在校园里头已经会有一些反战的行动开始出来了。的确，伊朗一定超出川普或赫尔塞斯的预期，他可以撑这么久，同时还继续有战力。最新他们所发动了第48波的攻击，这次行动叫海尔巴谢坎飞弹，还有卡德尔的飞弹、破坏性无人机等等出动。那么对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啊、戈兰高地啊这些地方的美军基地等等进行了打击，虽然是资讯在以色列的部分都被封锁，不过呢，从外部所看到的资讯都起来，的确这一波攻击被形容是过去48小时之内是最高、甚至战事发生以来最大密度的对以色列的攻击，其中包含了30枚的超重飞弹袭击的以色列。所以伊朗的高级将领是用喊话的态度告诉大家，过去48小时，伊朗的飞弹命中率直接提高了1倍之多。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继续还在攻打，那这样子的这个命中率增加是为什么呢？有各种的评估说明，其中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有这个国家安全防卫科技专家，他直言，他说现在整个防卫系统，以前觉得萨德能拦截的系统，大概可以有90%的拦截率，那么现在为什么命中率越来越高，甚至消息需要被封锁，伤亡率越来越高？因为他认为现在爱国者能够拦截的几率不到5%， 90到50%。5个百分点，而且又是那么贵的弹药，他认为呢，现在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地面的雷达追踪一旦不够精准的时候，拦截目标抓到已经距离太远，根本来不及进行最后的机动修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难怪伤亡人数还有破坏力会大幅的增加。伊朗无人机叫做以小博大，这种老腮胡我们标题用的那个这个一个老腮胡莫名其妙被乱拳给打死了。莫名其妙的是，无人机以小博大，光是成本，大家很多专家都分析了成本的不对等，而各种防务界分析更认为，冲突时间越长这些高端防御系统贵死了台币几亿的在回击，但是却对比浪费在无人机几万块，当然就越来越让整个战事难以控制。美国跟以色列是算是恼羞成怒了吗？川普其实撂过狠话包括说你能不能这样下去的话，我任何地方我已经不选了，任何地方我可能都要轰炸吗？其实以色列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伊朗宣布，由教育部长公布的美以的攻击已经造成了210名的学生还有老师死亡，还有160人受伤，表示他打的地方是哪里？是学校，是医院。数据显示，遇难者里面有62名妇女、18名医护人员、98名儿童，伤者包括了304名的儿童、328名妇女。看看以色列炸了位在贝鲁特的黎巴嫩国立的大学，这个校园里烽烟四起，代表这个炸弹不是只炸军事设施，连学校都炸。还有以色列的黎巴嫩医疗中心，
也有医护人员12死，炸的是医疗机构。这一连串的轰炸里头，还是所谓的正义的之盾吗？还所攻击的伤亡的人、受伤死亡的，会是一般无辜的老百姓，甚至是平民百姓。那么当地没有发生难民潮，他们还在当地，所以持续会被轰炸。本轮袭击以来，以色列是首次承认，他不承认打学校啦、打医护中心啊，但是他承认摧毁了一座桥梁，也就是民生设施。那到底是谁打的？这还用说吗？同时在伊朗的部分。当然，现在最高领袖没有现身，很多的传闻，包括是不是被炸到受伤啦，行动不便啦。但是看到咱们伊朗总统上了街头哦，来看一下画面，这些民众上街抗议的是美国，而伊朗总统居然要被扬言要被狙杀的情况之下，他走上街头，很多民众跟他打气哦，那一起高举旗帜、高喊口号，甚至民众跟他自拍之外，我看到还有那个亲吻、嘴对嘴，表示对他支持的这些画面，包括这些伊朗的高官也现身在街头。哇，这个代表这个美国所扬言要狙杀所有这些高阶官员的画面。这些指令对伊朗来说是公开的挑衅，没有在怕的吗？所以在这个大陆央视的牛弹琴频道里面讲，这是开战以来伊朗领导阶层最大胆的行动了，等于是很罕见的需要勇气出现在这个平常的这个街头，也是开战以来伊朗最大规模的集会，要向他们的最高领袖现在接任之后的宗教领袖来代表致敬。那么川普呢，讥讽伊朗的新领导人叫做什么？精神错乱的混蛋，杀死他们是我的荣幸。他已经祭出绿灯开绿灯要狙杀现在新任的穆吉塔巴，现在行踪成谜，也没有现身过，悬赏了1000万美元，说只要抓到穆吉塔巴还有10名伊朗高层呢，就会有奖金可以拿。但倒过来了，伊朗也一样。美国的安全部门说，伊朗会可能伊朗也倒过来要悬赏美军高官大家都一起互相在悬赏。但是美国安全部门布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说伊朗呢可能会对美国本土发动圣战报复性的打击哦。这个对象是包括了在美国本土可能碰到的状况，但是报告却说，美国政府却企图把这个负面影响的报告给淡化，以免引起美国人的恐慌。将军。首先讲这个伊朗这次战争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爱国者我们还要不要买啊？因为爱国者是一个中低空的一个接战的飞弹，换句话说，它能够应变调整距离很短。如果雷达不够精细的话，它的拦截率就很低啊。拦截率那么低5%，那几乎是没有用啊，没有用嘛，而且那么贵，300-400万美金呢，625万美金。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买吗？而且我们喊了1-2年的非对称，人家伊朗给你看的就叫非对称，真的。你看，美国可以把伊朗所有的海军打光，把空军打光，因为伊朗没有投资啊。他投资多聪明，全部在无人机跟导弹上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建军的方向的正确，因为伊朗已经很早就知道，全世界最强的空军就是美国跟伊朗嘛，以色列嘛，我跟你拼什么东西，对不对？海军我也拼不过他，美国有11条航母，对不对？所以他把全部精力，这就建军他正确了。第二个，他很勇敢。今天被地表上的东西被炸成这个样子，总统带着群众游街，这个要很大的 guts 啊，勇气啊，对不对？他这一下将来说不定会取代了那个何梅利的儿子，对，就是那个，因为他不是完全政教系统的，但是群众会拥护他，所以这个问题啊，你看何梅利的儿子已经受伤了嘛，是不是？这个因为是革命卫队要拥护他嘛，因为革命的卫队为什么要拥护他呢？因为美国是你的杀父仇人，是国仇家恨，对不对？你会坚决的带着伊朗，但是这个总统将来不一定哦，他可能会在某些状况之下取得和平的意愿，比何梅利那个儿子要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个变化。第三一个。美国，我们讲过，
消耗战打的就是比库存。美国为什么库存比较惨？因为美国是靠中东很多国家的美军基地嘛。美国认为我自己空军最强，我防空能力最强，我没有去盖过地下油库，也没有盖过地底下的弹库，所以当伊朗的第3阶段的反击的时候，美国的油弹就损失很大。再加上最要命，它的弹都是最昂贵的弹。这个萨德1300万美金，爱国者400万美金，贵还不说，你制造还很慢呢。我造把步枪一天可以出来好几千支，我造一个飞弹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而且很多零件商，有的公司都关了，像萨德系统的这个雷达站呢，就没有办法，因为还有那个铺路爪，有钱都盖不起来，因为这个东西产品是很多年以前，现在很多零件公司都倒了，所以越打下去，美国的缺点出来，大家在战前都对美国，哎呦，全世界第1大强国，飞机好，导弹好，什么好什么好。现在问题出来，你只要因为你的库存不能够送到前线去嘛，战斧飞弹没打光了就要到港口去补充嘛，所以现在看起来在伊朗这边的油弹，在美国来讲都是双缺，所以再打下去啊，美国占不到便宜。现在所以只有靠川普学习莫迪式的胜利。你看我们一打到没东西可打了，我还不该回家了吗？其实他讲过了，但做不到，因为而且派陆战队做个幌子，3000多人陆战队能干什么？没看到美国的陆军大举都集结动员，陆战队是开路的，不是到里面去打的。全世界陆战队不是这样用的。对。看得出来，川普的企图啊，很早就讲了，伊朗早就被我打光了，他什么空军、什么军通没了，都没了。我们马上就要胜利。可是为什么他突然又杀红眼呢？甚至还要说这个要悬赏，让这个精神错乱的新领导人要把他杀死，所有的荣幸等等，就是因为控制不住嘛。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圣战开始哦，要互相悬赏杀对方的官员之外，圣战开始，如果攻击到美国本土，这恐怕是川普绝对承受不起的。我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哈，这个战争呢，它的本质是分成2种了，一种是物理的，就是狂轰乱炸，那是物理的；另外是心理的，就是叫士气啊。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国哲学里面，孟子有讲这个义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打仗的理由非常正义正当的话，那个士气就会非常非常的兴盛了。你要了解啊，以前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打不对称战争的时候，我在抗战的时候，我们有人抱着那个炸药包里面就钻到坦克车底下，那个就是一个士气非常高昂的一个状态了。那今天的话呢，美国打成的话，美国脑袋中只有物理啊，就没有心理。我刚刚上一节我在问啊，美国到现在搞不清楚目的是什么。要打这个战争的话呢，里面的消耗各方面的。但今天有个消息，我要稍微厘清一下哈。这个 MIT 的这个专家讲说，如果爱国者它不到5%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消息需要核实一下哈。因为刚刚这个我们将军讲说，爱国者一套400万美金哈，但是美国人自己买，他卖给台湾是625万美金，那么他开玩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买一个不到5%，他这里头人谋不臧啊，可能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本身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要有责任感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说我这个部分我不讲，我只要说，其实伊朗现在的命中率的提升这个问题，它提升1倍就是100%，那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帮助？那伊朗本身是发明什么黑科技？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呢，我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大家要了解这个伊朗总统现在叫佩泽西奇扬啊，他自己的话呢，原来大家都会说，当那个教父有一段哈，当那个老教父对小教父讲说，当我死了以后呢，那个第一个去讲和的人呢，就是那个叛徒，就是内奸，就是叛徒。所以佩泽西奇扬的话呢，他原来态度啊，他是总统选出来。伊朗的国家很奇怪啊，他们这个政教合一啊，他们这个以教为主，以政的话呢，他们也有选出来总统。所以佩泽西奇扬，但是佩泽西奇扬做这个动作啊，是不得不做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原因是要避免伊朗人对他的怀疑。现在在伊朗已经没有反对派，也没有改革派，现在全部都是拼到底了，对不对？就是这个穆贾塔拉，他基本上的话呢，所做的事情的话就是强硬跟强硬，所以当大家群龙无首的最强硬的。那现在讲到说是伊朗有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在这3位都知道，
我们在留学的时候哈，去美国留学最多的人就是伊朗人。对，我们严老师一定非常清楚，而且他的留学人数多到程度，因为台湾跟韩国都是非常喜欢去美国的，合起来的2倍啊。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今天有多少台湾人拿到学位后在美国留下来的工作，大概就有多少伊朗人。这伊朗当中，我们不要讲多啊，90%受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然后就完全不像了。因为伊朗人要变成美国人很容易啊，但是有10%的宗教狂热分子的话呢，那都是拿着美国护照，你怎么防？你怎么防这件事情？我们隔得这么远，看到那168个小女孩的死掉，然后炸了5000处地方，我们都难过的不得了。那你更不要说是伊朗人了。是我先就是接着这个袁老师讲的啊，我自己有一个学生啊，美国的学生，我觉得他的名字蛮奇怪，我就问他，他就是伊朗的第2代啊，他就是巴勒维国王那个1979年的时候，他们逃离，他爸爸妈妈是学生，然后就在美国留下来了，然后他出生了。所以你说伊朗人在美国多不多？还蛮多的啊。他们因为样子是很容易被误认为就是美国人啊。如果说今天长相感觉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嘛。那现在也看起来就是美国不仅是说可能伊朗的后代当中有一些啊，就我们讲说狂热分子。未来会对美国这个安全是一个威胁，但是就反对这场战争的学生也好，或者是说其他一些这个反战人士啊，我认为现在在美国校园里头，包括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圣堂圣殿做一些攻击的这一些 case 会越来越多。那以色列我觉得也是，你今天去攻打黎巴嫩啊。就是当然，黎巴嫩有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说真主党我们要切割，他不负责任。即使这样子做了宣布，你还去打，然后打了他那个学校，就让我想起，我想大部分台湾的观众很喜欢看 NBA， 都知道这个 NBA 这个金州勇士队的教练 Steve Kerr， 他的父亲当年就在美国的这个大学，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教书，然后因为黎巴嫩内战被这个恐怖分子给杀死了。所以今天那当然他后来控告伊朗啊，说伊朗在后面，那最后伊朗也没有说不承认，但是他从来没拿到赔款。那你今天以色列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整黎巴嫩，可是黎巴嫩永远就在你旁边啊，是一个蛮大的威胁。你这次杀了不少的黎巴嫩的人啊，黎巴嫩是没什么力量抵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事啊，只会让以色列在中东越来越危险，因为我们也看到嘛，就是在叙利亚，你觉得说现在好像那个阿萨德下台了以后，应该是对以色列比较不构成威胁，可是有很多民兵团啊，伊拉克也是，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是以色列，你应该是找本来过去说你的这个叫什么国家的存亡要系于你自己跟外面的这个安全的考量，但是你不断制造新的敌人，我觉得这不是好事。那美国今天在后面挺以色列，我觉得也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最后我觉得今天川普这种状况，就是你不能不为这个在战争当中，如果他今天能够很精准的打击到其他，那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有，还是照样受害？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的。就是他明明可以，他不说他是最好的军队嘛，最好的这个资讯，但为什么会打到这些平民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美国要出来解释的。